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2025年上半年的运势。然后选项的话，由左边到右边是第一组、第二组跟第三组。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来开始解牌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先开为幕，要质疑一切任何不协调的必须离开。2025年上半年对你来说会是需要断舍离自己身边的一些不再适合你的东西，也许是过去待的职场、人际关系、朋友或者是家人。那些不协调的、不再适合你的东西，会在2025年上半年慢慢的离开，帮助你要更新这样子。像现在的话，台湾啊，或者是韩国，就是大家都会开始质疑说，我们之前做的决策放到现在来讲是正确的吗？就连这种比较环境上的也都是这样子，慢慢的在断舍离不适合我们的政策跟生活环境。对，就是大家会开始质疑啦，适不适合就是大家会一起讨论嘛，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我觉得个人上来讲的话，你2025年上半年也是走这样子的运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你在2025年会有什么样新的发展？好。钱币七，宝剑骑士跟宝剑10，再一张。等一下哦。这组的朋友们呢，会就是像这张钱币七一样，你会质疑你过去你的所作所为啊，跟你累积的这些人脉啊，还有你的一些经验，哪一些是已经不再适合你的，然后哪一些是你可以再继续使用的，你会做一个清理跟断舍离出来。然后我觉得你在2025年会选择一个新的方向。这边是宝剑侍者，本身你就是一个很聪明，然后思想跳跃很快的人。那在这一个年份的话，你会下定决心去斩断这一切，重新开始的这样子的感觉，你会重新的去出发。那过去可能你在职场上啊，或者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境上啊，心理的压力，因为这组的朋友们可能会给自己蛮多心理上的压力，比如说同才之间啊，还有工作之间的比较。也许对方没有攻击你，也有可能有言语重伤啊。这一组的朋友们，有的人会在过去的职场上是有被言语重伤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已经过了，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把这些伤痛给慢慢的让它留在2024、2025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你会慢慢的去把这些伤口给拔下来。那对你来说，这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你要去慢慢的陪伴自己，然后揭开那些，比如说你过去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现在因为价值观的关系就分道扬镳，那也没有关系，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就是人生每个时候都有一个阶段，就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朋友啊，还有其他新的事物来到你的身边。这边的话有钱币2，我觉得你在上半年会有一个不错的，如果你要转职的话，会有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你看这边有出现世界牌，就代表说你的世界从现在开始就正要转动，你的人生会迈入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这个机会的话，本身是跟金钱财富非常有相关的。也许过去你会觉得钱怎么赚都不够花，对金钱上面有匮乏的感觉，然后或者是你因为赚钱牺牲了很多自己原有的生活品质，还有跟家人朋友之间的相处，你也会在这个上半年去找到一个平衡，你会去试着寻找那个平衡。然后这边的话有这个圣杯2逆位，可能过去你会觉得自己是，我觉得这边更多的是那种你可能很少跟自己花时间跟自己内心交流，然后直到遇到一些事情跟一些挫折之后，才去慢慢检视自己的内心。那在
这个2025年，如果是离职的朋友，想要找新工作的朋友，会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只是前面你会先休息一阵子。那如果想要提转职啊，或者是调职位，公司的话应该会同意，但是中间会先让你休息一阵子之类。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压力蛮大的，需要先去休息一阵子，去厘清自己真正想要的、适合你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的感觉。对，圣杯2的话，逆位也有可能是跟伴侣之间会有一些摩擦、价值观的不合。这组的朋友，重点2025上半年的重点都是在断舍离跟往前走的这个阶段。对，如果你对过去，我觉得你们是很重感情的人，所以对你来说要放下过去曾经的那些美好，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的确，他们过去有帮助到你，然后也有支持你跟陪伴你成长，但那个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能他们到后面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啊，跟支持你，这个时候就要慢慢的去拉开距离吧。我自己会拉开距离啊，但每个人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又再继续相处在一起，你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心里是会很难受的这样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新的东西才会来你的世界。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在明年不论是人际关系上啊，还是钱财上，都会有一个新的进展、新的开始、转动的机会。你过去会有一些卡住，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喜欢，你只是听从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但是你心里明明就知道那个不是你要的，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但2025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年，可以去离开任何你不喜欢的人事物，就是你的这个运会帮助你一把，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对，你后面的话会放下很多压力，不论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压力，还是说别人给你的压力，这边的话你都会慢慢的去释放掉它。会解决你心理上的问题啊。如果你有一个在乎很久，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去讲开的事情，我觉得你在2025年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束。然后这边还有钱币6逆位，这边的话跟这个钱币2正位，我觉得你在事业上是会有一些发展的，但是你可能前期要给出去的会有点多，就是有点像是先付出，然后才得到回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组的朋友们没有很在意说你自己付出多少什么的，只是你会觉得你付出如果有得到相对应的感恩跟感谢的话，你的心理上会觉得比较开心跟踏实。但现在的话，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中很多都是你付出很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在2025年，这个状态会消失。如果你想放下这个压力的话，你要去放掉那个回忆，让它停留在2024。然后那些对你不公平的人，就是你付出很多，但是他们没有想要去给你，就没有互相的这种感觉啦。不是说你付出一定要有回报，只是说如果你一直付出没有回报，心也是蛮累的啦，这也会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那如果你这两个都达到，你就可以放下中间的这个压力的部分，你的世界会得到一个运转，而且像这个转它是生生不息的，你的人脉跟钱财就会在2025年上半年陆陆续续的进来。但是要转动的这个条件呢，就是你要先去放下这些事情，有点像是你不再在乎过去的事情，你把能量把专注力跟时间放到现在的你所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力量去推动新的事情，让新的东西来到你的生命之中。对，我觉得上半年来说，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看事情是很清楚跟清晰的，只是说会比较念旧啦，所以有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办。那这边的话，那就说你要去坚持那些你内心明明早就看到，然后觉得
已经不适合的东西，你要去坚守它，让它从你心中长出力量去执行它，这样子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比较分开嘛，一定会有一些难过跟可能言语上的冲突啊或摩擦之类的。这边的话，他跟你说你不要太专注在这种悲伤的时刻，因为后面它其实是有新的圣杯，新的圣杯代表新的情感，就是说你会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但如果你一直看着这个旧的东西，这个新的圣杯是没有办法，你会没有办法发现啊，因为你后面没有长眼睛，还是你后面有长眼睛？好的，反正就是如果你专注在这个悲伤的话，你没有办法发现后面其实有其他人也是对你充满善意，然后想要帮助你，你会就是错过了这样子。但这边看的话不会啊，因为你的运要开始转。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2025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我们来抽一下。等我一下哦。好，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然后再来，好多张。2025年第一组的朋友们会发生什么事？好的，这边你会担心有人反对你，所以就是这种不协调的东西，你如果去掀开它的话，会遇到质疑是正常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有智慧，都可以看到那个事情的真相跟全貌的。但他这边的话跟你说，你如果要成功的话，你要从内在长出你的力量，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要去坚持住自己的这个观点。坚持住不是说你要死守，而是你也可以听听别人意见，但是你内心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人生是你的啊，对吧？然后要留心会有财富的损失，要小心。还有合理的批评，就是合理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成长，然后不会让你就是整个都放不下之类。可能有身边的朋友建议你说要让你放下这些压力啊，跟过往那些不适合你的东西，但你可能会放不下。然后他这边跟你说，你可以去试试看，会让你轻松很多，然后你的运也会开始转起来。那谢谢第一组的收听，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我的频道，也可以留言跟我聊聊天。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虚空，停下来拥抱冬天跟伟大的宇宙子宫。这张牌的话，你看就像这个，它是在黑暗的星空，然后中间有一个星星，这个就是你。然后对你来说的话，2025年是一个重新孕育一个新的东西跟新的阶段的时刻，就是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停下来的时机。现在刚好是冬天嘛，就是冬天的话，动物们不是都会开始冬眠跟休息嘛？你也是，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我知道年末大家都比较忙，会有一些事情要赶。那如果有空隙的话，要多多的让自己休息，或者是你已经决定要在过年后转职啊之类的。这边的话，感觉也有朋友有可能景气不好，然后被公司裁员，不代表你能力差。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其实动荡是蛮剧烈的。那这个裁员或者是这个转职，其实都是让你停下来去思考，说你想要孕育什么样的新的生活、新的职业跟新的人际关系。对。然后宇宙会滋养你，你可能在遇到这些变故的时候，内心会有很多慌张啊跟焦虑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候转念一想，可以变成一个停下来去休息跟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刻，培养自己安定的内心。这边有权杖9逆位，好，恋人牌逆位跟权杖皇后逆位，等我一下哦。好，圣杯9正位跟好权杖6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呢，在这个新的一年是很有机会有一个新的成功的这个
开创的机会，因为这边有权杖6。那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过去没有坚持住，你坚持很久，然后没有坚持住，想要再重新回去做的事情，但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新鲜感了，不太想做，因为这边有恋人牌，有可能是过去没有坚持住，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你就没有再持续的做。然后这边这个权杖皇后的话，你会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内心的指引。这组的朋友们，如果在心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实直觉力是很强的。基本上你其实蛮享受一个人生活。我觉得在2025年，你也是有去外面创造啊，跟旅游的机会。上半年是一个你要去内观自己内在想要什么样的成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你愿意开始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宇宙就会开始帮你安排。本身这张牌有这个意思，就是它会开始帮你安排你想要的成功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比较不像是世俗上的标准，像世俗可能就是有房有车啊，或者怎么样之类。这边更多的是你内心的感受，有点像是你这一辈子来到这个地球上啊，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的感觉。你如果不用这个出发点去想的话，你会很容易做什么都失去新鲜感，然后没有办法坚持太久。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在做工作的时候会一直跳槽，或者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离开那个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一组的朋友们适应能力很强，就是他自己内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主张，所以基本上你到哪里都可以很快的融入。只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工作做一做很无聊啊，这个人际关系很无聊，类似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要去找到让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呢，成功的事物，我建议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的想想，这半年是你想要什么样成功的生活，宇宙会在背后安排的一个很好的年份。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2025年第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2025年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如果是过去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啊，跟人的斗争，就是内心这边可以是跟人，也可以是跟你内心的想法冲突。有可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或者是你心里面有很多声音在主导你，说要往这边走或往那边走，你的内心就会打架。但是你真的选了一个声音去做的时候，就是又很容易失去这种内心的热情。所以我觉得在2025年呢，是一个要让自己内心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刻。就是在这种动荡的时刻，其实要练习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这边还有权杖骑士逆位这一张，好，钱币6正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呢，在2025年上半年会遇到一个就是愿意去帮助你，去扶持你，就你有什么问题有成功，比如说人家是怎么成功的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业，你想做什么东西，你在想的时候是会有贵人来帮助你跟扶持你，甚至会给你资金。就你可能会愁说自己要开店没有钱啊什么的，会有一个贵人来帮助你，提供你意见指导，然后还给你钱让你去创业之类的，类似这一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会有人来提携你。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在上半年以你来说，你会有蛮多的变动的，就是跟过去你的伤口，还有过去你烦恼的那些事情，该不该离开一个地方。这边的话，如果你想离开的话，会是比较艰辛的，因为你内心会有点纠结，真的要离开或者是去做别的事情吗？这组的朋友们也会舍不得停下来休息，但是有的时候停下来休息，去回头检视过去的这个生活是不是符合你现在心中想要的样子，是很重要的。就你这样子在走的时候，才不会偏离目标。那这组的朋友们，如果抽到这个虚空的话，他有提醒你说，要放下你的控制，就你可能会想要控制说自己的生活要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想，但是宇宙会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去帮你达成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你如果想的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就不会来，然后你内心也会有撕扯的那种力量出现，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去完整的一个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边的话就是你臣服于你现在的状况，然后顺顺的去走，后面就会有贵人的出现与相助。对，然后在这个上半年的话，情绪波动啊，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在会做类似那种像业务性质啊，需要跑来跑去的工作，或者是会有很多事情让你去执行，就是你休息过后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你会需要去跑，或者是说你之前都会跑来跑去，但现在就会让你发生一些事情，例如说身体终于承受不住啦，要去住院，或者是被迫停下来休息这种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机会哟，它是在帮助你停下来想，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创造你想要的成功的生活。他这边是这样子说的。好，就是你想象中那个美好的样子，你会觉得好像差了一点，那不是你内心想要的。这边还有宝剑，明年的话要小心那个口舌之争，就是可能会有人来找你吵架，或者是你在讲话的时候要保守一点，尽量不要跟别人起冲突。对，这边你看国王牌，你就好好的做你自己该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臣服于当下的状况，你就会成功，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去跟别人吵架啊什么的，你会有口舌之争，就算你争赢了也是很累啦，就是你把那个该花在自己心力的地方花在别的事情上，这样子就会分散你的精气还有运气。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好，你看，真诚的愿望将会实现，要你发自内心真正想要的事情，在2025年上半年会实现哦。然后还有财务的增加或灵性的成长，非常的棒。要再抽一张吗？好，这边有钱跟贵人要来到你的生命之中了。不如意只是一时的。这边还有攀往成功的顶峰，看到了吧？现在就是你在引领你的生活要往前走的时刻。好，这边还有，我们把这边解读完，还有吉利好运，一个新的点子、新的事业跟新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新的事业出来之前，会建议你自己默默的做，不要去跟别人吵，因为别人可能也看不懂，好不好？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智慧，就默默的去做你要做的事情。这边的话，新的工作跟事业，还有好消息跟来自朋友的建议，可以跟朋友说啊，或者是朋友知道，比较好的朋友知道你这个讯息的话，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他就会帮你带来一些好消息、新的讯息，还有灵性的爱跟涉及法律的事物。如果是这组的朋友，2025年要小心法律的事物，比如说签约啊，或者是打官司什么的。签约的话要注意里面的条约，仔细看看有没有骗你，或者是要糊弄你之类，要仔细看，不要因为偷懒就不看这样子。然后还有灵性的爱跟好消息。灵性的爱的话，它其实是跟你说天使啊，或者是你的信仰，不论你信仰什么，他们都在，祖先也会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你跟保护你，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休息，想想自己想要的成功是怎么样的，许愿他们会帮助你的。好，祝福第二组的朋友们在2025年事事如意。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我的频道，也可以留言，就是跟我聊聊天。然后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你们的收听，拜拜。
嗨，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想家跟地球的脉动，它跳出2张，所以我2张都放到这个选项里面。那这边的话有向往一个家，对星系的思乡之情跟母亲的脉动，慢下来，待在大自然时间里。那这2张牌呢，想家这组的朋友们，也许在2025年会灵性觉醒，你会想说自己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然后自己的归属在哪里，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会发生。像我之前会有一个状况是，我明明就待在我的家里面，地球的家，但是我就会一直想要回家，就是心里会有一个很想要回家的这种感觉。有可能在2025年，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会放大这样子的感受。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在2025年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旅行跟找家的一个时刻，就是你在2025年会开始去思考自己从哪个地方来，然后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你2025年的运势，权杖2，月亮牌正位。好，宝剑骑士，等一下哦。好，钱币4逆位。这组的朋友的话，在2025年，我敢确定你们会灵性觉醒。灵性觉醒的话，是你更知道自己内在的那个不安全感。你过去可能就有一些不安全感，但是你会有点忽略，因为这边是权杖2嘛，有点像是你都往外看，看外面的人，怎么样过生活啊，然后怎么样，你会循规蹈矩那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但是你其实在遵守的时候呢，你内心是很不安的，而且你会觉得生活很没有目标跟方向，有点像是你现在追求的生活不是你想要，你心中想要的那个生活。那在2025年呢，你会开始慢慢的放下这一切，你会去正视你内心的这些不安全感，跟那些月亮牌本身也有代表小人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会伤害你啊或不认同你的人，你会开始去正视说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一些的关系。所以我觉得2025年对你来说是丢掉一些不适合你东西的时刻，然后你会找到新的灵魂的家人，就你一看就觉得哇，跟他超有共鸣，还有熟悉感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这个钱币4呢，我觉得你会放下一些过往你的价值观跟一些不适合你的东西，在金钱欲望上的，也许过去会觉得要买要拥有什么东西你才是有价值的，那2025年的话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真的有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吗？或者是你应该从你内心的这些特点来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对你来说2025年是这样子的一年，上半年，对，你会去看这些不安全感，还有你过去一些逃避的事情，因为他如果再不正视的话，你的生活会过得蛮空虚的，逼你正视。其实2024年就有点这样了啦，只是2025年会更加的有感觉。那在2025年呢，你会去认真的审视你内心的这个感受，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从哪里来，你真正想要完成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这样子的感觉。这一组的朋友们啊，灵魂可能是来自地球以外的星球，就是你们在地球转世的经验会比在其他地方转世的经验来的还要少，就比较少当地球人，所以你在地球会比较没有归属感。那在这一世的话，就是要练习说如何将自己的，因为你已经选择来这里嘛，选择来这里，如何将自己的光跟爱、灵魂还有肉体定锚在这个地球上，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欣赏这个地球，然后像这边有待在大自然的时间。它其实就是在说，你可以去大自然走走，感受你是被地球、大自然包围。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造的
比如说灯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帮助你充电，你会没有归属感。但如果你回到大自然的话，你会觉得你被地球是接纳跟拥抱的。像这个牌的话，会有一个状况是，你会觉得你好像需要去得到外在什么东西，或控制外在的什么东西，会是往外求的这样子的概念。但是那个往外求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有安全感。就算你暂时的拥有了，最后也还是会离开你。真正会跟你一起到一辈子，就算肉体死掉都还在的，就是你的这些体验跟那些美好的感受。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共情能力很强，因为这边有圣杯皇后，所以你很容易去感知到别人的不快乐啊，跟一些开心的情绪。你很容易开心，然后也很容易难过。这边的话，在2025年，你要去开始更多的了解这一块，关于情绪上跟自己个性上美好的礼物的这个部分。好，恋人牌正位，在2025年呢，你有机会是遇到一个灵魂伴侣。我觉得这边就是灵魂伴侣，因为他这个想家，他其实就是在暗指说你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对象，他有可能跟你是从同一个灵魂家族来的，然后要跟你一起过这个关于恋爱，或者是灵魂伴侣不一定会是发展成恋爱的关系，他有可能是很亲密的朋友啊之类的，就你会遇到一个新的这样子的对象。但这边看的话，我觉得是感情的机会蛮多的。那这个情感对象呢，它可以帮助你去丢掉过往你对家庭或者是情感上不安全感的那种情绪，就是你会跟他一起练习啦。好，死神牌逆位，但是会不会接受这个人，其实好像有点取决于你，因为你会有点放不下这张牌，它可以是放下，也可以是放不下，就是明明就已经要掉下来了，但他还是死死抓着。要不要放下就看你想不想要换个方向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指引。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出现想家，通常是会有想要去做跟想要去旅行的事情在这一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着听你内心的召唤。这一组的朋友们想象力啊跟直觉能力都很强的，然后你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可以看远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现在你是这样子比较辛苦啊，需要去抓住什么证明自己的，但是你其实是可以看远一点看深一点，你是有这样子的智慧在你的身上的，只是你可能很少跟自己对话或相处，常常跟自己对话跟相处，你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有智慧。对，你的内心会去指引你。这边的话还有钱币6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在2025年是有机会赚钱，或者是有贵人出来相助。他帮助你的话，他是不求回报的，然后你会想说，哇，怎么有人对你这么好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说他觉得你可以更慷慨的放下一些东西，那新的事物就会像这个钱币6一样进入到你的生活，就是你把它放下了，新的东西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对，只是这边来看说你是会有一点放不下，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太重了。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第3组的朋友们。好，建议这2张。好，权杖4跟女祭司逆位。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压下去，就是你要先去感受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安抚跟照顾自己。像我容易肚子饿就生气，然后我就会吃点心安抚自己内心的情绪，就是多了解自己这个情绪的运作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心安定的力量就会长出来，比较不会容易恐慌跟焦虑这样子。对，然后去大自然走走，这边有推荐你去大自然走走，那些山啊跟海，它会帮助你净化掉你的负能量。你去看一趟之后，你会觉得心胸变得比较宽阔，烦恼好像也一起不见了，会有办法更冷静的去解决你
该解决的事情。那如果有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情绪上来要先深呼吸，帮助自己先稳定下来。这边的话，如果是这个建议，我觉得是家人背后也是会支持你的，不论是你地球的家人也好，还是你星际家族的家人，他们都会在背后协助你。搞不好你在内心问他们，他们会回答你，只是你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看。这边的话有幸福，这是2025年你会遇到的事情，还有会有派对跟庆祝，搞不好你会在这个派对认识这个新的人、新的伴侣，他会出现。然后健康欠佳的时期，大家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足智多谋，尤其是在商业上，我觉得你在商业上的话，也是会有贵人有机会去提拔你。那如果是这个贵人对应到这个圣杯皇后的话，他是很可以理解跟共管你，看到你身上有跟他同样曾经的经验，所以他很愿意去提携你这样子的感觉，在商业上。然后2025年你可以去战胜你的困难跟障碍的，就你一定做得到。但你要保持生活的平衡，多休息，然后多关照自己内心的情绪，会帮助你战胜困难与障碍。这边还要保持你的生活平衡跟暂时的问题。现在有什么问题都是暂时的，它一定会过去。就是大家都会帮助你，然后你也要去坚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2025年会有一个旅行的运，就是可以期待一下。会有认识别人的运啊，就蛮不错的。祝福第3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我的频道，也可以留言跟我聊聊天。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